谁会为一个小马仔得罪老板嘞？说吧，谁？例行检查，开门。都开门。麻利点，麻利点。哎哎。 三哥，上车！雷怎么回来的？我在南市听到一些风声，我怕你这边有事。表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表叔。你要再晚来一步，我就扑街了。不说见外的话，我先带你出城，先到查理松，咱走小路。等。华南王啊，牵扯人太多了，他这要利益链上，谁都怕他出事情，肯定会有人通风报信儿，而且这个人贼得很。他住的旅店，一般人都信不见，关键是他用的身份证全是假的。这个文物犯罪呢，难就难在这儿，咱对面啊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网。你看华南王这张网呢。 咱有啥？做一个画像。咱现在啊，两条路，向上呢追华南王这条线，但是如果咱跟着他屁股跑，就被动；如果说向下，那就是盗洞。我觉着盗洞是死的，咱就盯着盗洞。齐队，这咋盯嘛？你看。 咱秦川这么大，人手有限嘛，一个一个咋盯？哎，这一点啊，我觉着方坤说的有道理。黑陶俑属于高等级的陪葬品，大概率就是出自帝后的陵墓，咱就盯着这个西汉帝王陵查嘛。那万一这个黑陶俑不是出自这个帝王陵咋弄呢？再说了，我啥研究生，他也不是100%确定嘛。 这你就抬杠了，不是我就是推理嘛。你要这说地球还爆炸呢，不吃饭了。咋样？热时光结果出来了。咋样啊？师所选了2个陶俑，一男一女。你看，2个西汉风格的陶俑测出来差代了。男的西晋，女的西汉中期。 这算咋回事啊？一个老母猪生的娃，一个是猫，一个是狗。这是，咱俩去问问吧。正所哟，齐队、杨队，你们来了。哎，坐坐坐。哎呀，这工地上啊，一天事情就多得很呀。你辛苦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你们是？啊，我们就是为这鉴定结果来的。那这不是给你了吗？ 有个问题，哎，您看，一个西晋，一个西汉，这出错了，对吗？啊，不好说。哎，你们先坐，给你们倒点茶。这咋不好说呢？按道理来说，不可能出错，毕竟啊，这是人家。 省上做的实验嘛，那人家严谨的很呀。对嘛？
对吗？这个热时光啊，它也是有局限性的，有时候它也会有一些误差。误差？误差能有多大嘛？来坐，喝茶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不是多大呢？哎呀，坐下，我给你慢慢说。我急性子，真的是，你快说吧。用它鉴别这个2000年以内的这个物品误差能缩小到100年。如果条件理想的话，误差可以缩小到5%。那对吗？一个西进一西汉，还是出错了，对吗？哎呀，齐队呀，不能说出错呀！我跟你说这个热视光呀，它的这个检测的条件它要求比较严格。那如果检测条件、环境各方面都不理想的话，那它这个误差就能达到90%，而得出相反的结论。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说话是真心累。咱这吧，插头去尾，不要中间，就说结论。结论是不是不靠谱？那不好说。哎呀，严格上来说我不能给你一个断论到底是实验结果有误差，还是两个陶俑之间有年代差这些等人家专家教授看完以后再说吧。我的妈呀！我张硕，一天到晚的不好说了。你说张嘴干啥的？把嘴放上算了，说一大堆，最后等于没说。他们的专家是严谨，很严谨些。太严谨了，咱都1个月没时间。大嫂你也别急，先叠饭，我上。大嫂，实在不行是这，就用你的笨办法，西汉帝陵一共11个，9个在武陵源，1个在白鹿原，1个在杜陵园。我调些人过来，咱就一村一村的找，得行？哎，我看我呀，得练气功了。冷静。小华，我3个研究生又来了，他们听说了有实验结果，现在看还有黑陶俑，要不我找个啥理由把他们打发走算了？不要，冷静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回归冷静了。办事要稳方坤这娃呢，靠谱。他说的很多话呢，我觉着有价值，说不定还能帮咱的忙呢。你先办手续，我很快来。齐队，包房不能带。齐队，签字。好。你们说都是一个墓出的，咋能差出400多年呢？会不会是采样环节出来问题？不可能，省鉴定研究院是全国数1数2的考古科学实验室，这从制作工艺上来看，也是稀罕的。记得，是个4。千万别碰啊！咋样？我们回去再查一下资料啥的，尽快给你个答复。
我黑桃英还真是个个黑的不太一样。哎，你去哪儿？车在这儿呢。哎，你说完回去查资料，是不是刚才有啥发现？哎，走，来来。上了。你疯了！你把黑头擦掉塞。说要擅自碰文物是要受处分的。只要你们不告发我，我受啥处分呢？你凭啥觉得我们不会告发你啊？你去哪儿？图书馆。打电话啊！下一张手上。王官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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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你半天了。那个，你有啥想法？你跟俺俩说，不要藏着掖着的啊！现在也是共犯了，死也死个明白吧。谁跟他是共犯？我跟你说，你要不给个合理的解释，我现在就去揭发你。你们想想，热时光缎带的原理是啥？陶俑在制作过程中受到热辐射，然后积蓄能量。测试的过程中，窒息能量以光的形式再释放出来，从而可以断定它最后受热的时间，进而判断制作时间。最后的受热时间。最后受热的时间，我咋把这么简单的道理给忽略了？所以呢？你们记不记得咱老师讲过一个案例，说一个收藏家拿一个西周的陶器去做热释光测试，结果报告出来判定这个陶器是明代仿西周的。因为在明代的时候，这个陶器被火烧过，从而产生了这样的误差，懂没？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这个南俑啊，要是在西晋的时候被火烧过，咱们热释光缎带出来的结果也是西晋的时候。没错。我一直非常好奇啊，这批陶俑为啥是黑色的？断裂处、眼睛、鼻子，所有的孔都是黑的。哎，对，然后沟渠也是黑的。啥？沟渠。行。如果是上黑釉的话它不会上的这么密集，所有的孔都能上去。所以我当时就在怀疑，会不会是被火烧过？哎，那都被火烧过，为什么只有南俑检测出来是西晋的？不应该都检测出来是西晋的？你们注意看了没有？那些南俑一个个的乌漆嘛黑的，而且它黑色深入胎底层较深，分布比较均匀。那些女俑呢，黑的就没那么严重，而且分布不是很均匀。这个我在行，我觉得是啥？我南俑被火烧的时候，它离火近，就像我烤土豆一样，烧的我乌黑发亮的。我女俑啊，离火焰比较远，就像那个熏鸡一样远的时候有点烧的不均匀。看你别考古，你去考计算，形象不形象吗？哎呀，真是一想到吃的你就痛了。那你来这干啥？找啥？之前看过一本文献里边说魏晋时期盗掘成风，有盗墓贼盗过帝陵，我怀疑这火就是那些盗墓贼引起的。如果我们能确定他们盗的是哪个帝陵，那有可能就能判断出盗洞的具体位置。不好意思，包不能带。这批黑陶俑，我是头一回见啊！
修长，肌肉健硕，每一个部位都符合人体解剖的原理。盗发汉资度20，多获珍宝。稍微等一会儿啊！齐队，啊，你们先等一下。那些不是资灵的，就是杜灵的。别举物！你干嘛？黑桃勇不是出自杜灵，就是资灵。你接着说。啊。热视光的测试结果显示，男俑是出自西晋的，女俑是出自西汉的。这些误差很有可能是因为被火烧过。西晋的时候墓里一定是起过一场火。啊，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献，里边说西晋的时候有个帝王墓是被盗墓贼盗过，这些火说不定就是盗墓贼引起来的。我们就去找这个文献，《晋书》里边果然提到过这个事情。你看啊，《晋书·索琛传》里边提到过，说西晋末年战乱不已，长安饥民盗发汉资杜20，多获珍宝，说明资陵陵区和杜陵陵区在西晋的时候的确是被盗过，这些黑陶俑很有可能就是从这两个陵区里边盗过来的。啊，就凭这些，你能确定是被火烧过？哎呀，我一开始也不知道它为啥是黑的呢嘛，然后我就凑近一看，我说，哎，这女俑，这个咋黑的这么不均匀，好像有彩绘呢？我当时我就觉得这可能是被火烧过，我就拿那手套一擦，结果真擦出那个，滚出去！咱老师，站着干啥？滚！走。周局，齐队，是这批黑陶俑到底是哪个年代？我们现在不能下定论，回去还要跟教师们好好研究。刚才我那学生啊说的那些话，别放在心里，该咋查咋查啊！不要被他的胡言乱语给影响了。你放心。答对这3个问题就不得了了嘛！这个因为把墙上签了嘛！你破坏了文物，跟这盗墓贼有啥区别？老师，我擦文物这个事情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想怎么处分我就怎么处分我，但是我必须得坚持我的结论，啊，黑陶俑不是出自资陵一带，就是出自杜陵一带。你笨死大特吗？今天白天都吃的啥？今天白天我还没吃呢。咱老师，要不咱去吃个饭啊？行了，昨天晚上吃的啥？昨天晚上泡馍。泡馍好吃，美得很。啊，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要吃泡馍？那不吃吗？今天晚上可以吃个水盘。行了，咱老师根本没问你想吃啥。那罗青，你说我想说啥？咱老师想说的是，文献里记载了西晋时候资陵和杜陵是被盗过，但不能由此就推断出黑陶俑出自资陵和杜陵。那西晋时候可能还有别的帝陵也被盗过，只是文献里没有记载。我就是想说，凭直觉对发现的材料做出想当然的解释，这叫啥？经验主义。我跟你们说了无数遍，考古是一门实证科学，讲的就是实证。最怕的就是凭主观判断来阐释历史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
路要一步一步的走。你很聪明，我知道，但你不能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咱老师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对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行了，回去好好想想，交一份检查，走。好。老唐，哟，杨队来了！哎呀，欢迎欢迎欢迎！哎呀，你咋不提前打声招呼？那就是打你个措手不及嘛！哎呀，看看你有没有干事，是不是玩忽职守？哎呀，你这问我咋来的？快坐快坐！哎，坐啊！我这茶不好，不要嫌弃啊。是啊。啊，对啊，这是咱市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的7队。哦，7队。啊。黑桃勇的案子你应该听说了。黑桃勇听说了。啊。咱86文管所管着都灵跟子灵的文保，我们这次来就想问一下，喝茶喝茶。谢谢，就想问一下，我年初那会儿，你们这有没有啥异常情况？哎呀，杨队，你这话说的，我这有情况，我还能不上报？没啥响动，有没有啥生面孔？7队，你放心。都灵和子灵，这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所里人都是经过文保培训的。要是真有情况，我们早就发现了。哎，黑桃勇肯定跟我们这是没关系。咱老师为啥跟方慧关系这么僵啊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。好比一个像孙悟空，一个像菩提老祖啊。这孙悟空跨越千山万水去这个菩提老祖那儿拜师，菩提老祖看他天资聪颖，教了他72变，又教了他长生妙法。结果孙悟空转头却给我师兄弟有一块卖弄，这菩提老祖一下就生气了，就把我赶下山。那还挺形象。哎，你去哪儿？白鹿原寻道洞。哎，对，检讨帮我写一下，反正你得心应手。停！合着咱老师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啊，还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撒手呢。他骂你真是骂轻了，你就是自作聪明，急功近利。块儿，罗青说的对，你现在得好好反省呢，该干啥能干啥，你心里得有数呢。我有数呢。我就是要证明黑桃勇不是在自陵，就是在杜陵。撒手！这，没救了，得给他念紧箍咒了。一周巡逻不到1次，咱市里头开会咋说的？1个月，你起码保证3天1巡嘛。哎呀，我的哥，你也是基层待过的嘛，我这啥情况你不知道啊？外头牌子挂着2个科，用1个办公室，看着热闹的很。实际上，除了我这所长，就剩3个人了。杜陵离得近，巡上一圈3个小时；子陵远40里路，我骑着车子从这儿到子陵就2个小时了。再说了，我子陵陵区它就不是一个陵嘛，这一大圈子下来6个小时出去了。俺说我知道，你光知道不行嘛，杨队，你得帮我们解决问题。哎呀，我不说这人了，我说这自行车，这自行车今年骑坏2辆了，没经费解决，人家吴科长把自家自行车骑来的，为这事跟他屋里头还吵一架。困难别说了，我听了半天，你这子陵的新楼啊，不到位嘛？现在这个南陵、斗陵还有案发的可能呢。南陵和斗陵离村边近，要是真有个风吹草动，老百姓肯定能发现吧？你这说法我不认同，老百姓忙着呢，又不是给你看陵的。再说了，这是你的工作啊。
谁说我们光指着老百姓了嘛？旁边银村我们寻了群众文保员的嘛，你尽心尽责的很。我就银村的，哪个？你就银村的？就你们村一个光棍，叫个严守村。啥？我说让他开灵了，你把他放拆了，能不能发现都是个问号？齐队，你现在能寻上个人就不错了。严守村，啊，严守村。贼娃子，你整的老半天，干啥子嘛？我指你，谁是贼娃子嘛？这回我一看看你不对劲，今天就跑来。哎呀，我真是服了，都喝掉，再喝掉，把嘴给你塞开。来，绑，不喝掉，哥，嘴张开，你张开不张开？我不张开。坐起来，坐。你敢坐？坐。武陵源的事查的咋样了？俺和杨队的人把950猫了个遍嘛，都说是没有盗洞。啥叫都说？不能光用耳朵听，要自己用眼睛看呢。看了，你不知道这2天俺买了多少白撵了，都以为咱去兴师问罪了。要不是杨队人顶前边，根本都没人招生啊。都一样，我现在也是万人嫌。齐队，赵局喊出来了。啊。走，听见没有？赶紧，过来，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。过来啊！我把贼娃子抓来了，都不对。你看，啥贼娃子嘛？啊！我一个人又没带啥工具，咋是盗墓的了？这是我每天我就盯见这了。今天在原上可看见了，骑那个自行车在斗里玩晃过来晃过去。你先把我毛巾给俺拿着，让那娃说话。不，你啥意思嘛？你是想抢功你这是？啊！你赶紧给齐大长打电话，让我来，我不来，我就不走。你个傻瓜，跑人家文管所，给人家发号施令去了。咋？那个堂所告状了，正经事不干，这快得很。哎呀，你个直杠杠！让你到文管所干啥去了？去调查，去走访，不是让你给人上课去的。南陵斗陵，一周巡不到一次，能防住盗墓贼才怪。哎呀，你烦不烦人呢？人家堂所跟你说了，人家有人家的难处。他呢，现在最难的是咱公安。我看了一圈，数他的漏洞大，好意思来呢？告状。哎，你报几个人，我自己去弄一下，让他看看咋弄。咱局里上上下下忙成啥了？你看不见啊？你以为我是啥？魔术师，一翻手给你变出几个人来？对嘛，你本事大。你少给我拍马屁，我属牛，你拍不着。再说，那白鹿原有多大你不知道？那是几个人的事儿啊？嗯，好啊，我马上来，抓个盗墓贼去。哎，我刚沏的新茶。好茶呀！哎，给我留一点。人都没说话，没说话。小三，你小点，你别动！这贼娃子不敢让跑了，你这啥你先？我毛巾，你多长时间没洗了？你这把他娃捂死了！我大仓没来，这就出事情了。我不想跟你说，我要等着大仓来了，我跟大仓去。这耳不愣登，你这会儿咱你把你当个人，你把你当个人了。哎呀，出了事情你负得了责任。我负，咋回事？咋回事嘛？哎，大仓，我抓盗墓贼来呀！你能想吗？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，学考古的嘛。你看，你听见没有？人家是清北大学的研究生，人家学考古，人家是来考古的。啥贼娃子？你管他是唐僧还是啥子？他都是贼娃子。不好意思啊，小伙子，没事吧？啊？哥不是。等着。呀，大仓，你认得上？胡闹呢。哦。你咋突然来原上了？
帮你们找盗洞了吗？那是警察的事。一个研究生掺和这干啥？我就为了证明我那猜想是对的嘛。给你导师致纪念。我跟他置啥气了嘛？这叫学术争论，你知道吧？就资灵，如果我找不着的话，下一步就去杜陵找了。哎呀，对了，你别包车了啊！今天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大仓来得及时，这事情咱也不知道该咋处理呢。晚上你婶儿给娃做碗油泼面，这次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了啊！哎，走。我得查一个盗墓案，详情不好跟你说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听说过淄陵一带有盗洞？淄陵的事情你去凤凰山问嘛，在这离凤凰山2、3里路呢。玩的事情我咋知道？不是，我说的淄陵啊，不光是汉太宗。这啥？淄陵不是汉太宗的陵啊？那我是个啥嘛？咱平时说的这个淄陵，其实是一个大概念啊，里边包括汉太宗的陵，还有那个薄太后的南陵跟窦皇后的窦陵。哦，那在这离窦陵近的哦。那盗洞的事情我可没听说啊。那说，那新个人帮他把自行车寻回来。哦，行，碎个事情，我去。来，好。蓝色的啊，蓝色的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方哥，哎，你看啥呢？哦，我看这个照片，它是。啊，我是我大哥我太爷。啊？啊？不像吗？看着这个。咋不像呢？整整就像了。不，喝水。哎，好，谢谢，你忙你的。不谢。赔啥呢？掉了。哥，你还好意思问？那天闹社火，我黑撒就丢了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也没管。这么长时间了，我黑撒一直没回来。一直没回？一直没回来吗？你这个女生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可能是丢了嘛。不可能，我黑撒灵性的很。那天闹社火，我在地里听见他叫了，结果我碰到2个人鬼鬼祟祟的，不像个好人。我黑撒肯定是被他俩偷了。是，吃狗肉了，放这儿。你快回去。别回来，别，哎，车子给你新建了啊！谢谢。你看看我，辐条也崩了，车胎也爆了，呀，我一时半会儿是修不好。No， 是这，那晚上让大仓送你回去。我明天还得在原上找盗洞呢，我今天晚上不打算回去了。那你住哪儿吧？就住俺叔家。陵区那么大，一个人咋找呢？明天找俩帮手一起寻。对了，你再别说了，村里事情都忙不过来，哪有帮手？文物重要，庄稼重要吗？那当然是庄稼重要了。文物咋？文物能当饭吃？好歹是主人嘛，觉悟不能那么低。我觉悟低。你知道这几年我带着咱尹村交了多少公粮？啊？我让大家伙吃好喝好，我还觉悟低。跟公粮啥关系？行，一边去。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心里没哈数你。哎，齐队，没事，我一会儿吃完我就。别了。今天把各位老师请来，还是谈谈黑陶俑的事。1个月的时间啊，压力确实很大。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克服困难，拿出一份详实的证据材料，一定得让对方无话可说。现在是这，
热释光的结果有争议，那我建议就多做几次实验，在最后的结果出来之前，我们呢也去查询一些文献资料，看有没有黑陶俑的记录。大学生，你这是真的来俺村考察的啊？啊？咋了？来考察啥的嘛？盗洞嘛？盗洞？我在俺村当文保年这些年，从来没有听说俺村能有盗洞。走，你上车，我带你去新盗洞。只要能新建一个，我把俺仨拧下来让你当球踢。上车，走吧，我带你去新。上车去。叔，听说你是这一带唯一的一个群众文保员啊？他们都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尽职尽责，不容易啊！哎，你这城里娃不是会说话啊！不是少给你吹牛呢啊！从这天就咱这凤凰山一带，这南陵了、东陵了，转过来转过去的，就是他汉太宗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。他都没有我尽心，所谓的这事，把我他媳妇儿我都误了，啊，人家把媳妇儿给我约好了，让我去见你，我都没见成，没时间嘛。哎呀，说这配过他长相，其实也不难寻嘛，对着不？对着呢，对着呢。我感觉你这格局比主任还大呢嘛。不清凉，文保这块他知道个啥嘛？啊，他知道汉太宗是个谁？他知道薄姬是个谁？窦唯芳是咋来的啊？哎呀，叔，这知道的还多得很了嘛！你还知道啥？你给我再说一下，我听一下呢。要跟你骗我一天夜都骗不完。七队，这耗子咱不是审过了吗？是审过，现在审，跟当初审能一样吗？原上这条线咱全掌握了，很多的细节，包括它的底细。咱都了如指掌，再审大不一样了。你还真信那个学生娃说的话？咱教授都说了，他这定论还不严谨，还需要推敲呢。嗯，你说谁是学生娃？你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谁说你了？你认识吗？不过我承认啊，你是个能人，这是。小领头，包打听。哎，跟我讲一下，最近园上有啥出货的没？前村沟付过，这个姓程，叫个程思强。程思强？程思强。程思强。10年前我抓的，人都出狱了。要说你七队是精干人，搞笑呢！你今天园上只要是盗墓的事情，你随便哪怕跟我撂下几件都成。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的啊，光袭警这个事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看我仨像不像个？凤凰嘴，这就是凤凰山。东北方向靠着滋水，这西南靠着北鹿原。你这又是山又是水，这皇上就是会写墓啊。哎叔，你知道汉太宗的这个墓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啥不？叫啥？叫崖墓。哪个崖？悬崖的那个崖。就是说，在山的半山腰上啊，打个洞。打成这个墓道和墓室。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像鸟一样飞到空中，然后弄个洞，然后把棺材放进去？哎，那我是想问你，他为啥南陵和东陵都修得那么高大？这是个皇上，他自己的墓弄得真可怜啊！因为汉太宗是个好皇帝嘛，他继位的那个时候啊，经济萧条，百废待兴，所以他不想让老百姓再劳民伤财。说他死了之后不要在他身上花太多钱，但是呢，他又是个大孝子嘛，
所以他母亲的南陵就修得好得很。你包括他媳妇儿窦漪房，那是因为他死得晚，那个时候西汉已经有钱了，富起来了，所以说就有钱去给他弄这个好的陵了。哦，哎，汉太宗对是跟他媳妇儿关系不是很好，为啥他跟他媳妇儿的墓离多远的？叔，你还敏锐的很呢嘛！这个问题问得好着呢。你看啊，西汉11帝陵里边，确实他俩的陵是最远的。你像他爸高祖的跟吕后的都是合葬，他儿景帝的杨陵更不用说了，跟他老婆是同营义血嘛。同啥？啥叫同营义血？就是说他跟他老婆两个人不埋在一个坑里，但是呢，他们这个陵园是靠一个大的陵园墙围起来的，这个在专业上叫同营义血。还有一个墙呢，我墙在哪儿没有见过，我学了这么多年我见过。接着学嘛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呢。这个墙，走吧，接着找吧。走。你知道确实多。顶在头上的天，踩在脚下的月，人就站在这里，一鱼那一瞥。黄土烧过的黑，余温仍烫得真切。旷野之下，沉睡那段圆缺。莫停歇，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万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守不岁月？长所愿。上顶舟头去了又回，汉阳汤泥渡黄河水。一辈子就为存真趣味，撞南墙也不后悔。我乘船走马，此心如铁，把万里星传给一轮明月。问今是何节，千百年。谁守不岁月？长所愿。